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跟你们分享一个话题——死亡。好像这样说有点奇怪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换一个说法。非常荣幸今天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聊一聊死亡。说到死亡啊，我们常常说生老病死，死和生是相对的。我有一个9岁的儿子，他曾经跟我讲过他出生之前的事情。他说当时所有的孩子都在天上选妈妈，他选了我，所以嗖的一声他就从天上来到了我肚子里。我听了之后非常的感动，我问他，你怎么就选了我呢？他说，因为小朋友们都先挑了，等我去的时候只剩下你了。我最近在一次吃饭的时候又跟他聊天，我问了他一个问题，我说，你觉得死亡是什么颜色的？他想了一下告诉我，白色、黑色、蓝色。我觉得这个回答呀特别的有意思，因为作为一个科幻小说作家，我通常是用维度的逻辑去想象、推敲和构建世界的，但是小孩子似乎他们可以直接看见世界。一个孩子眼睛里看见的死亡，和一个科幻小说作家穷尽自己毕生的精力，用自己所有汪洋四溢的想象力，用自己所有的精妙的算法去认知到的死亡，可能是殊途同归的。所以我很感谢他给了我这样一个答案，因为这样我今天来跟大家分享我很感兴趣的这个话题死亡的时候，能够化繁为简。我们接下来有3个故事，它们分别是白色、黑色和蓝色的。首先分享一个白色的故事。今年有一部电影叫做《人生大事》，大家看过吗？在这部电影里面啊，那个主角莫三妹，她从事的就是办白事的丧葬行业。那请大家想象一下，在若干年之后，莫三妹可能就失业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时候客户的心脏一旦停止了跳动，就不再需要莫三妹去把他们抬上一辆面包车送到火葬场，而是由专门的人把他们送到一家特别的医院。这家医院很奇怪，它奇怪在哪里？没有活人。这家医院里面没有医生，没有病人，也没有患者。通过一套完全的自动化的系统，这位心脏停止了跳动的客户可以进入这个医院的白色的冷冻舱里面，在零下196摄氏度的液氮里面直接进入保鲜状态。这个过程有点像什么？像我们从树上摘下一颗苹果，然后立刻把它放进冰箱保鲜。如果这位客户生前是因为患有某种疾病，比如癌症，他死亡了，但是因为这个冷冻技术，可能他能够等到若干年之后，癌症被攻克，再解冻，再复活，再治愈。我刚才讲的这件事情是不是听起来特别的白色，特别的未来？但实际上这件事情已经发生过了。在2015年5月30号17点40分，一位叫做杜红的女士躺在医院里，心脏停止了跳动。随后她就在专业人士的帮助之下被送到了一个冷冻中心。现在呢，杜红女士她的大脑，我是说物理意义上的这个头部，就在一家位于美国洛杉矶的人体冷冻研究中心里面。你们看，这一点很有意思。杜红她有一个身份啊，不仅仅是中国的第一例冷冻人，同时呢，她是科幻小说《三体》的编审。在《三体》当中也有类似的情节，云天明的大脑被冷冻，发射往无垠的太空。若干年之后，三体人用先进的克隆技术把云天明复活了。杜红女士以她无比的勇气和浪漫的想象，拥抱了科幻小说当中的情节。科幻和现实在这里产生了一个美妙的互文。杜红女士的女儿她写了一句话说：2015年5月30日17点40分，妈妈，我们未来见。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在她写的这句话里面，其实可以分成2段。前半段是一个特定的时刻，这是我们
过往的对死亡的认知，我们常常以一个特别的时刻、某一种事物的终止来看待死亡，比如呼吸停止了，心跳停止了，大脑不再运行了。但是科幻小说作家不是这样想的，科幻小说作家更像是后面那句话：死亡它可能不是一个特定的点，而是一条线，点是没有方向的，但是线有，线可以指向未来，所以妈妈，我们未来见。这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故事，一个白色的故事。接下来我想请大家在脑海里想象一面墙，一面黑色的墙。同样是写《三体》的刘慈欣，他还写了一个作品，你们可能也看过《流浪地球》。《流浪地球》的原著当中啊，刘慈欣问了一个问题：你在平原上走着走着，突然迎面看到了一堵墙，这面墙向上无限高，向下无限深，向左无限远，向右无限远。请问这面墙是什么？是死亡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实际上死亡在升维，在我们的白色故事里，它是从点变成了线；在我们现在的黑色故事里面，它又从线变成了一个面。线有方向，但是它没有面积。面呢，它含有非常非常多的线，它有无数的方向，无数的可能。就像科幻小说作家一直在做的那样，有一句话说呀，我们可以轻易的把一个世界毁灭100万次，就像我们常常在电影里看的那样，无数的大城市都已经毁灭过了。但我们也一直在尝试着做各种假设，让人类可以永生。比如最近有一个很热的词叫元宇宙，其实科幻界也在讨论这个词，它意味着什么呢？元宇宙技术它提供了一种最基础的支持，让一种设想与永生有关的设想，也就是我们可以把人类的意识上传到一个赛博空间，所有的人可以在电子世界里面得到永生。你看科幻小说作家一直都在做这样的事情，毁灭世界，赋予人类各种永生的可能。有一句话说，没有一个死神可以活着离开科幻小说作家的 Word 文档。这是我要跟你们分享的黑色故事。那我们翻越了那面墙，用种种设想去达到了永生之后，又会怎么样呢？第三个故事，蓝色的故事。可能你们也看过，最近有一个很热门的科幻短视频《爱死机》，它的全名叫《爱死亡机器人》。在这里面啊，有一个故事叫做《骑马兰》，我非常喜欢这个故事。它听起来有一点奇怪，因为这个骑马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艺术家的名字，他画了很多伟大的画作，各种各样的人来收集他的画，来瞻仰他的画。但是骑马的画特别在哪里呢？他的画里面永远有一抹特别的蓝色。他一直在追寻一个问题，骑马已经活了几百年了，因为他那个时代呀，是一个人们通过器官的移植替换可以一直永生的时代。在他几百年的生命里面，他一边画画一边想，为什么我的画里会有这样一抹蓝色？后来他找到了答案，这个答案呢，是一个贴着蓝色瓷砖的游泳池。在几百年之前，在骑马刚刚具备意识的时候，它是这个游泳池里面的一个清洁机器人。骑马按照这个游泳池，也就是他脑子里回忆里那个刚刚具备意识的时候的游泳池，修建了一个一模一样的蓝色瓷砖的游泳池，跳了进去。这是他留给世人的最后一幅作品，蓝色游泳池成为了骑马的归宿。在蓝色故事里面，大家感觉到我们又在对死亡的认知有升级吗？从白色故事里面的一条有方向的线，到黑色故事里面的一面墙，在蓝色故事里面，我们翻越了这面墙，发现它是一个莫比乌斯环。我们可以用各种大胆的设想，各种浪漫的想象，去拥抱一个永生的可能不存在的世界。
但是翻越了死亡之墙之后，我们会发现什么呢？我们依然在那里，依然身在此山中，甚至可能回到了原点。这就是蓝色故事要告诉我们的：死亡，它可能不只是一个面，死亡是一个多面体。最后我想说，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死。人生大事的主角莫三妹，她的父亲莫老爷子有一句话：人生除死无大事。科幻小说作家也会死，但是如果我们在平原上走着，有一天看到了这样一堵墙，它向上无限高，向下无限深，向左无限远，向右无限远。我们不妨像一个科幻小说作家一样，我们不把它看成一个特定的点，它不是一个休止符。因为如果一旦我们觉得死亡是一个特定的点，它就是负面的、黑暗的、孤独的。但是一旦我们觉得它可能是一个有方向的线，一个充满了无限可能的面，甚至一个多面体，我们对死亡的认知可能就会对我们自己的过去进行一个降维打击。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，大家至少也可以像一个9岁的孩子一样，我们用眼睛直接去看，去用你们自己的眼睛接触到死亡，去定义它的颜色。谢谢大家。